神尊，有神尊，有2名神尊，他们2个把妖族大军拦在了海上。一个神尊雷霆万钧，一个剑宗剑光凌冽，一座港口，2位少年硬生生拦住了妖族数万大军的冲锋。可这份少年义气的高光背后，藏着的是一个王朝崩塌后的满目疮痍，与一场远比单挑死战更残酷的真实战场。随着龙脉封印彻底松动，被禁锢已久的妖族大军冲破封锁，大越王朝的海岸线防线骤然告急。此前被牢牢封锁在京城之内的妖族大军，如决堤洪水般冲破阻碍，铺天盖地地涌向了沿海重镇南阳港。海天之间，妖云压顶，昔日繁华的第一港口瞬间沦为恐慌的海洋。警报响彻港口，守城士兵拉起闸门，组织百姓撤往黄妖洞。一切都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：真正的妖族战场已然降临。这才是乱世最真实的模样，不是高手间的1对1决战，是排山倒海的妖潮扑面而来，是一城百姓的生死悬于一线。最致命的一击，并非来自妖族的冲锋，而是来自本应守护此地的周无神尊。在妖族大军压境的生死关头，这位被全城寄予厚望的神尊级强者，非但没有站出来迎敌，反而选择了独自逃亡。周无神尊，他跑了！我会为你们报仇的！神尊的临阵脱逃，直接将满城百姓推向了深渊。得知神尊不战而逃的消息，守城将军没有慌乱，更没有退缩。他深知此刻神尊不在，他们这些凡人之躯便是百姓唯一的屏障。他们握紧手中兵器，以必死的信念挡在港口之前。明知敌我悬殊，却无一人怯懦。这份属于军人的血性与担当，与那位远遁的神尊形成了刺目的对比，也构成了本集最令人动容的底色。身份从来都不等于担当，神尊的名号也从不是高尚的代名词。能撑起人族底线的，从来不是境界高低，而是骨子里的血性与良知。就在妖族逞凶，渔民命悬一线之际，一道霸道的雷霆从天而降，将妖兽瞬间轰杀。随即，孟川与燕静如天神下凡般联袂降临，一个驾驭雷声普化天尊，雷霆万钧；一个施展剑宗绝学，剑光分化。2人携手杀入妖族大军之中，刀光剑影之间，血肉横飞。那些刚刚还肆虐无忌的妖怪，如同待宰羔羊，被2人以碾压之势横扫。城内士兵见此，一度燃起希望，然而这份希望很快便被现实冲淡。妖族大军杀之不尽，铺天盖地。纵使孟川与燕静战力卓绝，那种永远杀不完的窒息感依旧如潮水般涌来。孟川终于真切地意识到，这才是真正的妖族战场，不是凭借个人勇武便能扭转的局部冲突，而是一场无边无际的消耗战。2人能斩100妖、1000妖，可面对数万、数十万的妖族大军，个人的力量终究有极限。而这数万妖族之中，又有妖王虎视眈眈。果不其然，2只3重天妖王从海底骤然窜出，分别袭向孟川与燕静。其中与孟川对战的羽叉，一身羽毛竟天生克制雷霆之力，令孟川最擅长的攻击方式几乎失效。与此同时，第3只妖王纠缠住了孟川召唤出的天尊像，将其牢牢牵制。就在孟川3人被妖王拖住的间隙，妖族大军抓住破绽，蓄力一击，轰出恐怖光柱，瞬间炸毁了南阳港的防御闸门。妖族顺势涌入内城，对毫无抵抗之力的百姓展开屠杀。这一刻，所有防线宣告崩塌，战火彻底烧进了这座城市的心脏。新一刀第一式，新刀式。港内的居民能撑得住吗？得赶紧回去。高端战力被牵制，底层防线瞬间崩盘，这就是战场最残酷的地方。胜负从来不是由最强的那个人决定的，而是由最薄弱的那一环决定的。你能挡住妖王的冲锋，却挡不住妖兵攻破城门。